人脏水滴哟，亲人难离手，请老实喽，往事随。爹，这雾气怎么这么腥臭？别废话，要不是给你娘抓药，谁来这地方捞尸？老师傅，此处地形凹陷，气压极低，亥位在北，腐殖质堆积产生瘴气，这儿的尸身受气压影响，极易产生异动，乃是大凶之兆。是棺材板，那是具红衣力士。血月剑显象线，师傅香断了。老师傅，这尸捞不得。端人碗，受人管，自古这钱就没那么好赚，未知可怕，但都比不过穷可怕。老师，哎，这老头真是个愣球货。快！爹，我的桨划不动了，好像是被水草缠住了。不是水草，是头发。不好，水里力士，这地方邪透了。二娃子，快走，这尸不捞了。那悬浮师呢？二娃子，你去哪儿了？二娃子，莫慌，看我古法秘印，引火破障。神仙下凡，严大师救命！你是在找我吗？二娃子！你是在找我吗？既然你们的恐惧已经具象化了，那就好办了。严大师，您真是神了，竟然真的把人救回来了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也不一定就实。捞尸人的禁忌虽不是空穴来风，但也并非你们所想的灵异邪说。这话从一个阴阳师嘴里听到还真稀罕，可那些未知之事，谁又说得清呢？怎么突然起了这么大的雾？真呛！鬼门档里面的腐物太多，产生的瘴气很容易迷人心智，产生幻想。这时候人要是下了水，自然就会丢了命。您要去的那林家宅，据说可比这鬼门档古怪多了。您独自一人还是不去为好。邪念不一定在暗处，阳间也并非都是良善，辨真伪平乱象，分内事而已。恶念只缠亏心人，人为私欲把命诛。见过人心，谁还怕那些虚妄？老大，大伙儿，城外那个林家宅听说过没？当年可是首富，后来不知道造了什么孽，一家老小全死绝了。现在那宅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凶宅，说是半夜总有个穿红嫁衣的女人在院子里哭。现任的东家除了重金，请高人去平事儿。红嫁衣，又是这种烂俗的戏码，八成是当年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亏心事，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。咱们捞尸那点事儿，现在都被传成神话了，不少人慕名来找咱，包括这个林家宅。这大活咱们接不接？黑狗血，那是骗江湖傻子的。这世上哪有什么真鬼，鬼都不在坟头里，全长在活人的心眼里。我这行说白了就是个心理大夫，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心里都有个脓疮，我先用几道符咒做引子，把他们潜意识里的恐惧调出来。等他们真看见了自己心里的鬼，我就用这玩意儿给他来个物理超度，一枪崩了，包治百病。高，
还是老大你这招物理超度管用。老板，结账。客官，您刚才一个人在那儿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呀？跟我伙计说话呀，你没看见？但我有预感，这次的林家宅不是普通的亏心事，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大梦，里面一层套着一层，把所有人的梦魇都缝合在了一起。记住，我杀的不是鬼，是你那颗坏透了的心。下一台手术，林家宅，别闭眼。老严，咱们鬼门塔捞尸那点事儿，现在都被传成神话了。捞尸，那只是生意。林家寨37，小姑娘穿上红嫁衣，红事白事连一起，活人这节奏丧命归西。不对劲。小伙伴别着急，看我钉在棺材里，黑洞洞长相依，命断3更在满期。老严，你看什么呢？3个小孩，不是4个吗？就3个。这世上没有变人的法术。不好！破！老严，你疯了？打木偶干嘛？磁场干扰，这里的东西能勾出人的幻觉。老严，你脸色可不太好啊。宝葫芦，你站哪儿去了？我就站在你旁边啊，肩膀都快挨着你了。这镜子照不出你。既然实体化了，那就别怪我。严先生等候多时了。这欢迎仪式挺特别。林家宅的规矩多，严先生，请进吧。这林家斋3层取3才之意，乾坤8卦各有定数。可这地上的脚印儿，严先生请看，这可不是活人能踩出来的。这宅子里的风水被人动过，腥气重，湿气浓。师傅，这地方磁场全乱了。地字号坎字房，那是极阴之位，脚印在这儿站得最久，说明里面的东西在等门。严先生救命！秋灵在笑，她在屋顶上笑。秋灵，一个欠了深切的丫鬟，哪来这么大的能量？除非你们心里给她开了门。实不相瞒，犬子生病卧榻良久，为了天天喜气，前一阵给他说了一门亲事，可谁知刚拜完堂，人就咽了气。那新过门的媳妇儿受不住打击，当晚就殉情跟着去了。好一个殉情！既然是心甘情愿的殉情，怎么会化成厉鬼回来索命？除非他死得极不甘心。下葬那天，是谁最后留在坟地守夜的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吴老三，过来。严先生，就是他。严先生，这就是吴老三，我们府上的护院。这小子平时嗜赌如命，欠了一屁股的牌九债。少爷和秋玲下葬那天夜里，本来没人敢去守新坟，他是为了贪主家那点重赏还赌债，才硬着头皮接了这差事，也是他最先撞见的鬼。那天晚上，风不对劲儿。生旦净丑敬四方，锣鼓喧天震邪祟，请关刀。班主，这风不对劲。吴老三，牌九玩的挺大呀，
那天晚上你跑哪儿赌钱去了？我没有，我真在坟地，我亲眼看见坟头那把镇邪的关刀自己飞出去了，是那丫头化成厉鬼来索命了。你看见的是幻觉，是因为你心里怕那个孩子。那是他命不好，签了契就是牛马，按律法罚点银子也就结了。律法管得了人，管不住心魔。你们看，他已经出来了。鬼啊！这不是鬼，这是你们的罪。既然实体化了，那就好办了。哼，如你所说，见过人心，谁还怕那些虚妄之物？这事儿太过蹊跷，掌柜的之前就请了个阴阳师来看过。不妙，大不妙啊！哎，这煞气冲天，怕是难办。大师，当下该怎么办啊？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林家。那该怎么办？办法自然是有，只不过这逆天改命的法子损耗极大。先生请看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办法就是引她归心。这丫头是含冤而死，心有执念，得先让她受困的心结找到归宿。只要她放下执念，这事儿就万事好说了。心结？她一个丫鬟，活着的时候就是个伺候人的，死了还能有什么心结？再说了，她又不是个物件，能呼来喝去的，这心结上哪儿找去啊？夫人此言差矣，想找自然能找，只不过，大师，只要能平事儿，钱不是问题。只不过得找个身体强壮、阳气极重，尤其得是胆子大的人，在特定的时间去一趟坟地。为什么非得特定时间啊？白天去不行吗？掌柜的，人的生物钟和心理活动皆有规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是人的自然规律；春种秋收，夏耘冬藏，这是天地的自然规律。必须得是阴阳交替之时，人的心理防线最弱，心结也最容易解开。可咱们府上哪儿找胆子这么大的人呢？哎呀，王大胆！掌柜的，叫俺啥事儿？成，3倍工钱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听好了，一件丘陵的衣裳，一个指向童女，77、49个熟鸡蛋，衣裳穿在指向童女身上，鸡蛋放在篮子里。今天夜里你背着指向童女，拿上鸡蛋去坟地。18座坟，一作一个蛋，打点仙人。纸人背膝冲坟，身后没米2担。引路7星阵摆好，最后7个进棺材，纸人不见，封棺回话。这钱赚的容易。我的银子呢？谁拿了我的银子？王大胆，银子！妈呀，鬼钱！还给我！死人钱也敢拿，要钱不要命。吃人了！找我吗？天一亮，王大胆死在棺材里了。这还不算，去看他的那个下人，当天夜里也死了，说是回来了后就胡言乱语，气过半个时辰，直接吓死了。面部扭曲是极度惊恐导致的肌肉痉挛，七窍流血是血压瞬间飙升，冲破了毛细血管，典型的急性应激反应，俗称吓死的。那个让王大胆去送死的阴阳师，分明就是个谋财害命的江湖骗子。可不就是骗子吗？骗了我足足10两银子呢。人命还没银子值钱，这不才有劳严先生大驾吗？您是真神仙，肯定能行。东子，天快黑了，还不回来？这地方闹鬼，你又没做那些伤天害理之事，身正影不邪，进来吧。严先生就是这孩子，秋玲回来那晚，只有他瞧见了。这双眼不争气呀，按理说该瞧见的人不该是他。
这是谁家孩子？2两银子买来的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，还得再吃我7、8年闲饭才能干重活儿，就是个赔钱货。小孩，看着我，不用怕，告诉我，你都看见了什么？回来了，秋玲姐姐回来了，她穿着红衣服，就在那里。哼，装神弄鬼。怨气不散，记忆留痕。让我看看，你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林家宅37，小姑娘穿上红嫁衣，红事白事连一起，活人陪葬命归西。小伙伴，别着急，看我钉在棺材里。救命！救救我！别过来！找到你了。怪事迭出，反常的情绪波动，最怕的是那异常的笑容，那是极度恐惧下大脑为了自我保护而产生的错乱信号。东子，秋玲穿多大的鞋？6寸半。没错，我拿秋玲生前的鞋比过那晚留下的血脚印，确实是6寸半，分毫不差。那是鬼，那是鬼回来索命了！老爷，您前几日去临镇众心请的悬丝傀儡班子那位严师傅到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把那个唱木偶戏的请来干什么？当初要不是他批的那个破八字，咱们家闹出这么多邪事儿。你懂个屁！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而且他不仅会看风水，手里还有一套悬丝续命的绝活，能借傀儡驱邪避煞。命数有定，因果循环。人所畏惧者，往往是自己种下的恶业。人心的恶火，任何神明都灭不掉。你求他，他肯救你吗？严师傅，您也是懂这些特殊学问的高人，不帮忙也就算了，切莫再说些风凉话。呵呵，阴阳师灌说空，指南指北指西东。世间若绝佳之地，为何不见其自身显赫？你装什么清高？当初安排那场婚事时，2人的生辰八字还是你给批的呢。我是给少爷批了八字，可我没让你们杀人。少爷没熬过去，那是他命数已尽，但你们竟然把一个活生生的丫头硬塞进棺材里，你们的良心让狗啃了。人心自有其法则，环境布局亦有其深奥。前辈有事，看破不说破。年轻人，你的法器太重。见过前辈，晚生也姓严，和您应属同门。不过我的法器专治各种不符。生逢乱世，为了混口饭吃，帮人批个八字看个风水，本以为是积德，谁知却成了帮凶。骗人难骗己啊！这宅子里的怨气，不是你这把枪能平得了的。他们怕的是秋灵的怨，而你小心你自己的心魔。我今天折返回来，不是为了救你们这帮畜生，是为了赎我自己的罪。这2天，我和徒弟就住在2楼的仁1号客房，
我要给那可怜的丫头念经超度，没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来2楼打扰。陈阳，我们走。今夜是秋灵逝世后的第7天，也就是俗称的头七，回魂夜，煞气最重。你们关好房门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谁都不要出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老严，今天这宅子里的人和事，你怎么看？装神弄鬼，各怀鬼胎。怎么说？那个吴老三白天摔了一跤，怀里掉出来的全是牌九。所谓的关刀斩冤，不过是他犯了毒瘾，擅离职守去推了一夜牌九，碰巧赶上狂风吹倒了戏台。他怕掌柜的怪罪，干脆编了套鬼故事交差。那王大胆呢？人为财死，8成是对棺材里的陪葬品起了邪念，想趁夜去捞一笔，结果酒喝得太多，加上自己吓自己，失足摔进棺材里，活活把自己给憋死吓死了。至于那些泥脚印，估计是这宅子里有人在借着死人的名义玩一出替天行道的把戏。呸！我倒希望真是秋灵的冤魂回来索命。像林掌柜夫妇这种草菅人命的畜生，活着都不如死了干净。我虽是个假阴阳师，靠着糊弄人心混口饭吃，但也知道道义有道。当今乱世，封建愚昧荼毒人心，为了省点钱，竟然把一个大活人冷生生钉进棺材里。这种荒唐事，既然让我碰上了，我就不能袖手旁观。鬼我不怕，人要是成了魔，我就物理超度了他。畜生披上人皮，看起来像人，但骨子里仍旧是畜生。畜生的死活，管他作甚？花蝴蝶，芳草地，2个小孩做游戏，其中1个不见了，2个只剩1。躺好了没？好啦。你是在找我吗？秋灵，掌柜的，有人吗？你是在找我吗？你找我，我找你，2个小孩做游戏。东子，陪我玩，陪我玩。哎，秋灵，这是去哪儿啊？陪我玩，陪我玩。秋灵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陪我玩，陪我玩。我不去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在这里好冷，你陪着我，陪着我，陪着我。不行，躲在床上等死吗？把外面的铜锁给我挂上，天不亮绝对不许打开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去哪儿啊？地方哪儿不能躲？平时不是就数你主意最多、最能算计吗？快点锁上！
疼死我了！救命啊！糟了，林家夫妇出事了。老严，当你陷入死循环、万事无解的时候，记住，面对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。我只相信我手里的枪。强磁场干扰，还是高浓度致幻气体？跟我玩鬼打墙幻境是吧？来抓我呀！旁门左道，想障我的眼？装神弄鬼。万事无头，无尾无相，死门。这宅子的磁场全汇聚在这儿了。糟了！出我的脑子！滚出我的脑子！开门！给我开门！皆为心诈，给我破！这红盖头是你自己掀开，还是我来帮你掀开？东子，为什么？他们都该死！我是东子，是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，被卖到林家当最下等的小厮。在这吃人的深宅大院里，只有秋玲姐姐把我当人看。那天，林家请来了一个唱提线木偶戏的严大伯，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神奇的东西，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严大伯，严大伯，这木头小人太神了，
我也想学木偶戏，教我嘛！答，吾那黄口小儿想学俺这通天彻地的本事，那你得先磕头拜师才行啊！这木偶成精了，他怎么会说话呀？秋玲姐姐，你不知道吧？这是严大伯的绝活，叫腹语口技。大伯说，练好了这门功夫，学谁说话就像谁，连鸟叫虫鸣都能学得一模一样。腹语口技，难怪坟地里的老头索命声，还有走廊里的笑声，能做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严大伯，您别动，您这件上衣的肩膀处被提线磨破了一个大洞呢。嗨，走江湖的磕磕碰碰，破个洞不碍事。那怎么行？马上就入秋了，夜里风凉会落下病根的。您等一会儿表演完了脱下来，秋玲给您补上。我的针线活可好了，保证补的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好孩子，大伯谢谢你。这么善良、鲜活的一个人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变成树上那具充满怨气的提线木偶？东子，严大伯这几天都偷偷教你啥活了？我叫秋玲，我和东子是全天下最好的朋友。哇，真好真好，简直跟我说话一模一样。东子，你好好练，等你把严大伯的本事都学全了，能靠表演木偶戏赚钱了，咱俩就攒钱把卖气赎回来，离开这个吃人的鬼地方。到时候我给你当媳妇儿。可是掌柜的和夫人那么凶，肯定不让我学这个，我还得给他们劈柴、挑水、倒夜香呢。他们说我是赔钱货，要干一辈子苦力。别怕，你白天干活，夜里就在这儿偷偷的练，我给你望风，我陪着你。反正这个废地窖，整个林家宅只有咱俩知道。你肯定不告密，要是被夫人知道了，会打死我们的。绝不告密，谁告密谁是小狗。来，拉钩，拉钩，上吊100年，不许变。严师傅给找的生辰八字也太邪了。说你是个榆木脑袋，你还真是不开窍。外头八字合适的，人家父母能白白把闺女嫁给咱家病秧子？那你说咋办？放着免费的看不见。秋玲那死丫头，当年我从人贩子手里买她的时候，看过她的庚切，她的生辰八字跟这黄纸上写的一字不差。东子哥，我不想死。我听见老爷和夫人说了，少爷的痨病快不行了，他们要逼我穿上红嫁衣去冲洗。夫人还说，要是少爷没挺过去，就把我绑了。少爷死了，我也活不成。地下好黑呀，我不想死，我害怕。你别怕，你就躲在这儿，哪儿也别去。就算天塌下来，我替你顶着，我保护你。小兔崽子，骨头还挺硬，说不说秋玲那死丫头到底藏哪儿了？迎亲的轿子马上就到了，误了时辰，老子扒了你的皮！跟他废什么话？最后问你一遍，再不说，今天就直接打死你，扔到乱葬岗喂狗！给我往死里打！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他了！我出来，我跟你们走，求求你们放了他，我嫁就是了。听见没？棺材里有动静，诈尸了！快跑！这丫头化成厉鬼索命了，快跑啊！
既然你们怕鬼，那我就变成鬼。他太熟悉这个声音了，也太熟悉这门手艺了。他知道外面根本没有鬼，那是东子用他教的腹语口技，在宅子的通风口或者走廊深处模仿出来的。造孽呀，都是我那张八字帖造的孽。孩子，你用这种装神弄鬼的法子给秋灵报仇，是把你自己的心也给毁了呀。你又把他关进箱子里了。你对他不好，他就容易歪倒。这木偶虽是死物，却也寄托着你的心意。你心不定，有愧疚，他自然就容易不安稳。你和我好朋友在一起。别怕，他只是个木头，真正可怕的是你心里的东西。我说老大，你这几天整宿的抽烟，翻来覆去像烙饼似的，怎么着？还对这破宅子的事儿耿耿于怀呢？案子都结了，林家死绝了，仇也报了，你大老远又跑回来吃一嘴灰，图什么？案子是结了，但心里的坎没过去。我总觉得这宅子里的怨气没散干净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还在暗处盯着。得了吧，你就是大发善心，觉得咱们来晚了一步，没救下那个被害死的丫头，又眼睁睁看着东子那小子变成了恶鬼，你心里过意不去？天有八门，一通八风；地有八方，一应八卦。当年掌柜的非要住在坎字坊，说是大师算过，住进去就图个大吉大利，财源广进。可天地神明哪能容得下这等丧尽天良的邪恶灵魂？算计得再精，终究都是枉然。老祖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易经八卦肯定有它的道理，但人心里一旦生了贪念，把这些当成作恶的护身符，开始搞封建迷信那一套，那就是本末倒置，自寻死路。老大说的对，如果不迷信，
那对狗男女怎么会做出这等蠢事儿？如果不迷信，不做亏心事，又怎么会被东子装神弄鬼给活活吓疯？这就叫恶有恶报，天道好轮回。话多，不过理是这个理。严先生，您在跟谁说话？跟我伙计说话呀。你老眼灰花了？这么大个活人站在这儿看不见？严先生，你别吓我，那儿哪有人啊？陈阳，你师父不是带你回乡下了吗？你怎么又跑回这凶宅来了？有事儿吗？严先生，求求你帮帮我！先起来，什么事？秋玲死了，我其实一直很喜欢她，我很想她，心里实在难受，所以我就用上好的阴沉木，照着她的模样1比1雕了一个等身大的木偶。一开始还好好的，可是就在前天夜里，我看见那个木偶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，他在看着我笑。严先生，我的木偶被秋玲的鬼魂附身了。看着我，你亲眼看见他站起来了。陈阳，你做什么死呢？大半夜的，你不睡觉，给祖师爷上什么香？上就上了，怎么还睡到地上去了？中邪了？师傅，我没上香啊，我一直在床上睡觉。谁在那儿？午马、午申、壬申、庚子，这八字造孽呀！秋玲，对不住，我这就送你走。秋玲，没事了，我把你救回来了，师父伤害不了你了。好朋友在一起。棺材好黑呀，你明明就在外面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我救不了你，我没办法。你们都要给我陪葬。秋玲不会这么逼我，你是个恶鬼。你们都要给陪葬。闭嘴，别说了，别想害我，也别想害我师父，去死，去死，去死！秋玲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太害怕了，我又害死你一次，我又杀了你一次啊！哪儿去了？找不到了。你在找什么？你看见我的眼睛了吗？这是什么啊，师傅？大半夜的。喝了它。这药怎么这么难闻？喝了它，你就解脱了。为什么这么对他？为什么？
先生，求您帮帮我！我从未见过师傅那般模样，他以前一直待我极好，把我当亲儿子看。一定是丘陵，一定是丘陵的鬼魂回来报仇了。他附在了木偶身上，要害我师傅，一定是他。且不说这世上本无鬼神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丘陵真的化成了厉鬼来索命，当年害死他的是林家夫妇。既然正主都已经死了，他还有什么执念呢？因为当年，陈阳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惊扰贵客了？这孩子最近看《聊斋志异》看魔怔了，夜里总是做噩梦，整日胡言乱语，都有些走火入魔了，叨扰各位清静，实在抱歉。走吧，跟师傅回房吃药。严先生，觉不觉得有点怪？是很怪，但一时间又说不上来具体怪在哪里。像木偶。对，就是木偶，他的关节僵硬，肌肉紧绷，根本不是一个正常活人的姿态，他被人控制了。老大，这手法眼熟吧？掩人术，你以前见过？就是他。掩人术，那是什么写法？传闻是懂写法的妖道，用符水迷人心意志，让人任由驱使，成为行尸走肉般的傀儡。真有这种写法？曾经，我也碰到过这么一档子用掩人术作恶的怪事。木腿老驼子，一嘴黑牙子，走路咔咔响，专吃去，一边玩去！唱什么丧气歌？作孽啊！好好个大胖小子，说没就没了。肯定是那东西干的。昨晚半夜，我听见村头有咔咔的木头敲地声。先生，您可算来了，您快瞧瞧吧，这魂儿都吓飞了。瞳孔涣散，脉象弦急如乱丝，怎么吓成这样的？孩子半夜让老驼子给偷了，这事儿搁谁身上，谁都得疯啊！什么老驼子？都是咱们这儿老一辈传下来的邪乎事儿。据说那老驼子根本不是人，是个怪物，后背绑着个大包，靠2条假木腿走路。他专挑半夜出来，听见哪家有小孩哭闹，就窝进去把孩子偷走吃了。听说吃了人肉，那一嘴的牙都是黑的。平时我们都拿他吓唬不听话的孩子，谁成想，要说真见过这怪物的，恐怕也就只有他了。取一缕他的头发来。灌他喝了。先生，这能行吗？别再给喝出个好歹来。符纸上画符用的是朱砂，朱砂中药名，味甘，性微寒，主入心经，能重镇安神，清心去火。这碗水下去是压惊的，还怕喝死他呀？灌！看着火苗，深呼吸。你现在很安全。告诉我，昨晚半夜你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什么了？木腿，老驼子。哎呦，不哭不哭，乖宝啊，马上就到家了。别哭了，再哭，老驼子就要来抓你了。别怕，娘在，娘在。我可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欺负我男人不在家是吧？你敢进来我就挠
我的牙黑不黑？那个女人疯了，但我当时还是从她断断续续的疯话里问清了那婴儿身上的特征。左边屁股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红胎记，我答应她，走南访北的时候会替她留意着点。时隔几年后，我在外乡的一次庙会上碰见了一个洋人办的马戏团，他们搭了个黑帐篷，专门展览所谓的天下奇观。那个被放在玻璃缸里当成怪物一样供人买票观看的孩子，就是当年那个女人被老头子偷走的儿子。采生折割，拍花子，这帮畜生把好好的活人孩子偷走，硬生生砍断手脚，弄成残废怪物去讨饭去展览，这是泯灭人性、丧尽天良的千古奇罪呀！大清律例里是要凌迟处死的，时至今日，竟然还有人敢用这种恶毒的方法为非作歹。所以，哪有什么专吃小孩的木腿老坨子的？不过是那帮拍花子的人贩子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装神弄鬼，散布恐怖童谣罢了。他们用的那是掩人术里的下三滥手段，先用迷药乱了女人的心智，再用提线木偶在黑夜里装神弄鬼。那女人本就护子心切，被这半人半木的怪物一吓，精神当场就崩溃了。他们借着这鬼扯线的障眼法，轻而易举地抢走了孩子，却把一个疯娘留在了人间地狱。老大，如果当年那个老坨子是人贩子装的，那现在呢？如果掩尸也是中了掩人术，成了被人操控的傀儡，那是谁在操控他？总不能是那个长得像丘陵的木偶吧？木头疙瘩可不会给人下药。是啊，木偶不会下药，能给师傅下药，能精准控制师傅行为，还能在半夜装神弄鬼把一切推给丘陵鬼魂的，只有一个人。严先生救我！师傅疯了，他被鬼上身了，他要杀了我！快到我这儿来！你干什么？看着火光，放松，告诉我，你到底对你师父做了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他疯了，他被那本邪书反噬了，他把木偶当成了丘陵，甚至觉得是我碍了事，想杀了我。无马，无身，人参，庚子。忘掉这个吃人的宅子，从今天起，世上再也没有东子这个人了。你跟着我，干干净净地活在太阳底下，以后你就叫陈阳。我要重新回到这里，因为丘陵在这儿。陈阳，看着你手里的东西，那是掩人术里最毒的致幻散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倒进师傅的茶里？为了救师傅，木偶被恶鬼附身了，他要害师傅，我只能这么做。还在撒谎！
你亲手挖了木偶的眼睛，这宅子里根本没有恶鬼。你想杀他，根本不是为了救人，是因为你恨他。你恨他当年为了几块大洋劈了那个催命的八字，活活害死了秋灵。对，是他害死了秋灵。如果不是他贪财去算那个八字，秋灵根本不会被害死。哼，他每天装出一副慈悲的样子，其实他才是杀人凶手。他该死，他早就该死了。醒了，现在你该明白了，根本没有什么木偶附身，也没有什么师傅封魔，从头到尾，封的只有你自己。你承受不住弑师的负罪感，所以你编造了一个谎言，你骗自己是木偶活了，骗自己是为了自保才下的毒。你把自己困在这个宅子里，困在这个噩梦里，你对得起秋灵的死，对得起你师傅的命吗？师傅，秋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心里的鬼，比这世上任何厉鬼都可怕。这宅子里的郁气散了，你的大梦也该醒了。宝葫芦，我们走。搞了半天，封的根本不是师傅。陈阳这小子连自己都骗，硬把下毒复仇说成是救人。走吧，这台手术做完了。木偶终究是木头，回不了魂，能醒悟的只有活人自己的心。还记得我教过你的那句话吗？记得，世上本无鬼，心鬼即为愧。此行一趟，真如同入了镜花缘里的双面果。这世上最难测的，果然还是人心。真是人有千面，唯心自知。大凡宇宙万物，皆有一正一反，天地犹分阴阳，何况这红尘里的芸芸众生呢？如此说来，世人都是自己的阴阳先生喽。这不是2天没瞧见您了，这是去哪儿了？急成这样。实不相瞒，我夫人她中邪了。这2天我把10里8乡都跑遍了，想找个阴阳师给看看，可怎奈囊中羞涩，没人肯接这烂摊子。听说您在这儿，我只能厚着脸皮来求您了。老大，你看他的脚啊，那什么，出门走得太急，穿错鞋了。让先生见笑了。怎么个中邪法？有天夜里，我俩赶集回来，当家的，你看。这大半夜的，坟地里怎么还停着顶红花轿呢？别乱指，不是给活人做的。死人还能坐轿啊？别问了，荒郊野外的，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就麻烦了，抓紧赶路。愣着干嘛？快走啊！怎么了？那顶红花轿。什么红花轿？刚才在坟地看见的那顶红花轿。什么红花轿？他跑到咱们前面去了，就在路中间挡着呢。
魔怔了你！前面明明什么都没有，别自己吓自己了，快走！你别吓我，你真看不见，他就在那儿啊！你也别吓我，你真看见了？绕道，咱们从田埂上绕过去。冷，我冷，好冷啊！别过来！月如，是我给你敷敷头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当家的，我的红嫁衣呢？怎么不掌灯啊，月如？月如，大半夜的，你怎么把出嫁时的衣裳穿上了？月如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嫁衣送给心上人。月如，世间有人说，嫦娥是被冯蒙所迫，无奈之下才吃了仙药，飞上月亮；也有人说，是后羿从西王母那儿讨来仙药后，嫦娥贪心，独自偷服了仙药，抛下丈夫飞到了月宫。你信第二种？为什么？在你心里，这世上的人心皆是恶的吗？哎呀，你上来陪我说话嘛，非要我下去干嘛？你说，只要我下去了，就可以和嫦娥一样飞天成仙，真的？可不兴骗我。那好，我信你一次。月如，要不是那天夜里我死死拽住她，把她从河水里硬拖上来，估计……可是，从那晚被救上来开始，她就彻底变了个人。白天根本看不住她，一眨眼人就没影了。到处找不着，非得等到3更半夜，他才自己晃晃悠悠的回来。每次回来，他全身上下都是湿漉漉的，往地上直滴答水，就像刚从河底爬上来一样。而且他还总是坐在床沿上，直勾勾的盯着墙，一边傻笑，一边不停地摸自己的肚子。您二位见多识广，您给评评理，这要不是水鬼缠身中邪了，还能是什么？严先生，这事儿透着邪气，您看。等今晚他再回来，你来天字号钱字房找我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救命之恩。把东西收拾收拾吧，看来咱们得在这凶宅里再多留2天了。老大，他说出门走得急，穿错了他夫人的鞋，可他一个大男人的脚，居然能塞进他夫人的绣花鞋里，他夫人的脚可够大的呀。是啊，脚大，胆子更大。
谁在里面？谁在里面？少他妈装神弄鬼的，给我出来！严先生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谁的命？月如被水溺了，她快不行了，你快给她看看啊！月如在哪儿？就在这儿啊，我抱着呢，你没看见？月如真的存在吗？自从你踏进李家宅的大门，从头到尾就只有你一个人，月如从未出现过。娘，您别卖了我，我求求您了，我出去干活，我给家里挣钱。等你挣够钱，得等到哪年哪辈子？去吧啊！那户人家虽然是个瘸子老头，但好吃好喝的亏待不了你。你弟弟还等着这笔彩礼钱娶媳妇儿呢。我不去，那根本不是好人家。娘，我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您怎么能狠心把我往火坑里推呢？家里4张嘴要吃饭，你弟弟还要传宗接代，你在家白吃白喝的，不卖你，全家一起饿死吗？爹，我会唱曲儿，我嗓子好，我出去唱曲儿挣钱给我弟娶媳妇儿。唱曲儿？那是下九流的姚姐儿干的玩意儿，你拉得下这个脸？我们老李家还丢不起个人呢，赶紧滚！他的身契，我买了。当家的，你为了我受苦了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，一定。小模样长得真水灵，唱的爷心里直痒痒。三爷阔气，娘子还不赶紧谢赏？当家的，你回来了，你看好看吗？哪儿来的钱？当家的，我攒够钱了，有了这笔钱，你就能风风光光的娶我，咱们还能给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才不要你的脏钱！这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是你挣来的，是你卖身子让人家摸脸赔笑挣来的，你个下贱的婊子！我没有卖身。这是我每天在茶馆把嗓子都唱哑了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下来的。你信我，你相信我！滚开！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！咱们再也不分开了，月如，咱们永远在一起，谁也别想把咱们分开。
成亲了，月如。老大，所以这宅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新娘还魂索命，中邪的其实是他自己。逼死月如的是他的懦弱和贪婪。他清醒的时候承受不住逼死结发妻子的愧疚，所以他的大脑只能疯掉。他潜意识里分裂出了一个月如来惩罚自己，以为穿上那身红嫁衣就能替月如活下去，就能赎罪。唉，真应了你那句话，世上本无鬼。这小子是被自己的心魔活活困死了。心魔不破，他就会永远被困在那面镜子前，做一具行尸走肉。回来啦！有执念的人是很难被真实的催眠术唤醒的，即便进入了浅层催眠，他能看到的、想起来的，也全都是他心中固执相信的幻象。是的，所以对于这种被心魔困死的人，只有引导他们进入深度催眠空间，去直面内心里最不愿想起、拼命选择遗忘的那些真实回忆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说，秋玲那个小贱人到底藏哪儿了？好个嘴硬的小畜生！反正少爷在那头也得有个下人伺候端茶倒水。既然找不到秋玲，那就拿你凑数，让你下去陪少爷。那就把她装进去，别耽误了下葬的时辰。动手！啊！不要！我不要进去！放开我！在砍字房的柜子里。我不怪你，好好活下去。池儿，大梦该醒了。逃避化解不了心魔，推开这扇门，你终究要面对你自己。苦命的娃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学徒吧。随我姓严，你命里忌水，东子这个名字太寒不好，以后你就叫陈阳吧。愿你如尘埃向阳，能有个奔头。你和我，我和你，好朋友在一起。师傅，你看他像不像秋玲？大半夜的，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师傅，秋玲说她想你了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赶紧回去睡觉。秋玲说是师傅害她进了棺材，是你害死了她。秋玲乖，我们不打扰师傅休息了，我们走。害我！不是我害死你的，我没有指那个柜子，我没有。都是你搞的鬼！我说了不是我害的你，你为什么还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？你别缠着我！让你看，我让你看！
我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，看你还怎么看我！师傅，师傅，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师傅把他藏起来了？花蝴蝶，芳草地。2个小孩做游戏，1个小孩不见了，2个小孩只剩1个。师傅，夜深了，喝口茶润润嗓子吧。好，师傅喝。不，师傅。就算要卖了我换钱，也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呀！您要我嫁的那个人都已经断气了呀，我这一去哪里还有活路？娘，我求求您了！娘也是没办法，人家大户人家少爷配阴婚，给的彩礼够你弟弟盖大瓦房了，你就当是给你爹娘尽最后一次孝了吧，认命吧！爹，您说句话呀，您救救女儿啊！几位大爷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不怕误了成亲的时辰，赶紧带走吧！月如，别怕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！你藏好了没呀？那我念完儿歌可就开始找了啊，你快点儿。花蝴蝶，芳草地，2个小孩做游戏，其中1个不见了，2个只剩1。当家的，你大半夜不睡觉干什么？嫁衣送给心上人，嫁衣送给心上人。当家的，秋灵回来了。回来吧，穿上红嫁衣，咱们永远在一起。
什么躲着我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？你想害我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不是我害死你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的孩子！对不起，月如，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是一个怪物。当年我给你改名叫陈阳，就是希望你能忘却过去，像这尘世间的阳光一般，去容纳、允许自己和别人犯下的错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你并未从秋玲的阴影里走出。你恨所有与那件事有关的人，包括我。如果我不受到惩罚，你将永远循环在黑暗里。所以你特意让我找到那本眼人术，当着我的面喝下那杯药茶，从此销声匿迹。当宝葫芦找到我，告知你的状况时，我才发现我忘了最关键的一点，你自己也是那件事的相关者，只不过你选择在心里把它死死遮盖起来，不敢直视。但遮盖毕竟不是剔除，它仍在那里。而月如就是那个唤醒你记忆的人，只有当你原谅自己和过去和解，你才能真的走出心魔。可惜宝葫芦没能看到最后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局。每个人心底都藏着最不想告人的秘密，藏的时间久了，连自己都不敢再看。可心中魔鬼最爱的就是秘密，尤其是折磨人灵魂的秘密。你逃你躲，它便滋生膨胀。当你被它占据，你就成了自己的鬼。佛说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为三恶道，众生造作一切恶业而堕其间。可佛没有说的是，这三恶道并不在18层下的铁围炼狱里，它就在这尘世间，在阳光下，在人心里。人心即鬼域，生出万千邪，邪之所向便是无间。不想再伤害你，成为你的拖累了，好好活下去。师娘呢？月如，老严在那儿。不对啊，老严，是力尸，直立在水里的尸体，这个不能捞啊，水下有暗流，会出事的。
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师傅，老爷子，后来呢？这个严不凡，他最后还待在那个林家宅里吗？应该没有吧。离开那个迷惑人的世界，兴许才能不再妄想执着，放过自己。东子、陈阳、后生，这些都是他自己心魔的化身，这我能听明白。可那个一直陪着他的徒弟宝葫芦，怎么也是他呢？再善的人也曾有过一念之恶，再坏的人心底也都有一方净土。这一切皆是你，只不过要看你的良心，这一路走过，是否依旧清澈鲜活？爷爷，该回家了。嘿，这傻子，真是好福气啊！要没您老人家当年大发善心收留他，他要饭都要不着，是吧，傻子？快，给你爷爷磕一个。人难欺，马难骑，勿笑穷人穿破衣，积点口德吧。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；一毫之恶，劝人莫做。人生在世啊，不知哪一眼便是开始，哪一眼即是诀别。